老铁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咱们每天躺的床上，可能藏着一个小小的杀手，那就是螨虫。这些小东西肉眼看不见，但是却能引起各种皮肤过敏、哮喘等毛病，尤其是对孩子的危害更大。床上的螨虫成堆，教你一个土招，在家里放个它，螨虫消散。方法太厉害了！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。今天我给你们支一招，特别管用。那就是在家里放几个洋葱，就是平常炒菜用的那种洋葱。洋葱有种特殊的气味儿，螨虫闻了它那味儿，就跟见了鬼似的，恨不得逃之夭夭。你在床底下放几个洋葱，螨虫保准死伤惨重。当然了，光靠洋葱肯定不行，还得勤打扫卫生，通通气。别让螨虫有藏身之地，它自然就歇菜了。有条件的话，买个除螨仪那就更牛了，分分钟让螨虫死无葬身之地。说了这么多，还是那句话，想要螨虫远离，靠的是勤和巧。这洋葱妙招你们爱了没？赶紧回家试试吧，保准让你的床上清清爽爽，一觉到天亮。很多人觉得床单被罩勤洗勤晒就行了，螨虫哪有那么顽强？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想太多，你那些小措施在螨虫眼里就是渣渣，根本不痛不痒。就算你把被子晒得跟烧饼一样，螨虫照样在里面作威作福。为啥呢？因为晒太阳杀死的螨虫有限，而且尸体还在被子里，照样让你打喷嚏。还有人喜欢用开水烫，撒花露水什么的，这就更离谱了。开水烫一下，顶多杀死表面那点螨虫，里面的根本不受影响。至于花露水，那味儿估计人受不了，螨虫更兴奋了。有些杀螨贴纸看着挺高级，但在满是食物的床单上，螨虫根本看不上那1亩3分地。去螨虫方法2，有一个成本低廉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消灭床上的螨虫，那就是放置一种特殊的物品。本文将介绍这个物品，并探讨其消灭床上螨虫的原理和使用方法。这个特殊物品就是小苏打。小苏打是纯天然的碳酸氢钠，常用于烘焙、清洁和草坪护理等方面。它有很强的碱性，能够中和酸性物质，去除异味和杀灭细菌。同时，小苏打的颗粒也可以帮助清洁和吸附螨虫及其粪便。小苏打消灭床上螨虫的原理是多方面的。首先，小苏打的碱性可以破坏螨虫的外壳，导致其死亡。其次，小苏打的颗粒可以吸附螨虫及其粪便，从而消除其滋生环境。另外，小苏打还可以中和床上可能存在的酸性物质，减少螨虫生存的条件。综合以上几点，小苏打能够有效地消灭床上的螨虫。将小苏打均匀地撒在床垫上，特别是在容易滋生螨虫的区域，如床腿周围。可以使用一个小袋子或洒罐来更方便地撒小苏打。让小苏打在床垫上放置一段时间，最好是几个小时，以便让其发挥作用。可以趁此时间清洁其他物品，如床单、枕头套等。为了保持床垫的清洁，可以定期使用小苏打进行保养，每个月或每季度重复以上步骤，帮助消灭螨虫并减少其滋生。螨虫过敏是最常见的问题之一。螨虫的粪便和尸体中存在一种叫做螨虫抗原的物质，这种物质容易悬浮在室内的空气中，成为威胁我们健康的元凶之一。当我们吸入含有螨虫抗原的空气时，会引发过敏反应，表现为打喷嚏、鼻塞、流鼻涕、喉咙痒等症状。宝宝身上的小红疹正是过敏反应的一种表现。
而孩子的免疫系统相对薄弱，所以更容易受到螨虫的影响。螨虫还会引发皮肤病。由于螨虫常栖息在被褥、床垫等家居物品中，容易与我们的皮肤接触。长时间与螨虫接触，容易出现瘙痒、红肿、皮疹等皮肤问题。特别是婴儿和幼儿，由于他们的皮肤更娇嫩，更容易受到螨虫的刺激，因此很容易出现皮肤病，如湿疹等。螨虫也会对我们的呼吸道造成严重威胁。螨虫抗原可以通过吸入进入我们的呼吸道，进而对呼吸系统造成刺激。长期暴露在螨虫抗原中，我们可能出现气喘、咳嗽、胸闷等呼吸道疾病，甚至可以加重哮喘等症状。小苏打是一种低成本的床上螨虫消灭方法，它的碱性和吸附性能让它在消灭床上螨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使用小苏打消灭床上螨虫的步骤简单易行，每个人都可以轻松操作。去螨虫方法3：我们准备个喷壶，然后倒入花露水，再倒入酒精。花露水和酒精的比例是1:50，我们加入清水，将其稀释一下，然后拧紧瓶盖，将其摇晃均匀，接着将此水喷洒在枕头上面，将其放在太阳下暴晒。这样处理之后，枕头上再也不会滋生螨虫了。家里的床单和被罩，我们也可以用此方法来去除螨虫，省钱又实用。家里的床上、枕头都是螨虫的温床，而螨虫的食物是人体脱落的皮屑和油脂，而我们平均每天睡觉8个小时左右，这个时间段也给螨虫入侵皮肤提供了便利，所以枕头、床单和被罩都是需要好好清洁的，无论是睡着还是醒着。每当身体的哪个地方被抓挠、瘙痒的时候，都会令人倍感恼怒。这种瘙痒感并不是时不时会有的，神出鬼没，没来就很久没来，来了就是一阵又一阵的骚扰。尤其是睡觉的时候，往往无声无息就来一个瘙痒，令人倍感难受。在生活中，能导致你发生这种情况的有很多种可能性，最有可能的就是螨虫了。日常生活要保持干净，经常换洗衣物床单，让螨虫远离我们。好了，去螨虫的小方法分享到这里了，需要的朋友们可以试试哦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